Who is Yilong? You're Yilong. I challenge your Chinese kung fu. Me and you must have a fight. Let's fight. Yilong, Chinese kung fu, not for real. Any kung fu. Go away, go. 让我看他从哪里。不走。新西兰拳王太嚣张，竟带领教练团队冲到翼龙的休息室打架闹事情，恶意推搡骂骂咧咧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拿出红色横幅，写上了中国功夫花拳绣腿8个大字。看到这一幕，不仅武僧翼龙气得咬牙切齿，台下的中国观众更是忍不住的往老外脑袋上扔鸡蛋、扔矿泉水瓶。实在想不到老外竟然如此嚣张，敢来中国踢馆，侮辱中国功夫。正在走入比赛现场的就是新西兰搏击悍将布莱德海登，这家伙张牙舞爪，样子特别吓人，甚至还向主持人喊话，自己打废翼龙就跟喝口茶那么简单。并且今天准备用自己恐怖的拳法打破武僧翼龙的金钟罩铁布衫。既然如此，武僧翼龙今天如果没有好好教训嚣张老外，那未来还如何向中国拳迷粉丝交代？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武僧翼龙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第一回合开始，黄色长裤就是中国选手武僧翼龙，黑色短裤就是新西兰悍将布莱德海登。早在10年前，中国拳坛就流传着一句话，要想红打翼龙，翼龙带你当网红。自从武僧翼龙在中国拳坛打出名气之后，不仅一些业余爱好者主动向翼龙发起挑战，甚至还有一些外国悍将来中国挑战翼龙，准备开拓自己的搏击市场。这都足以说明武僧翼龙当年有多么辉煌强大。不过武僧翼龙可不是软柿子，自然不会让老外肆意拿捏。既然布莱德今天敢来中国拳坛踢馆挑战，那今天就必须让他付出惨痛代价。翼龙的实力一爆，那么就要向翼龙发起挑战。那么今天布莱德海登就来到了武林风的擂台上，来向翼龙发起了挑战。但是从第一局比赛刚开局来看，海登从这个力量上来看，和翼龙还是有差距的，因为我们从打击力度能够看出来，蹦蹦作响。你看，你再看看这个海登的出拳和出腿的力量，那和翼龙还是有差。布莱德为了今天的比赛，不惜将自己也剃成了光头，就是要跟武僧翼龙硬刚，到底看看谁的实力更强悍。不过武僧翼龙好歹是中国自由搏击领域的佼佼者，自然在金钟罩铁布衫和金刚腿的加持下，翼龙完全可以无视布莱德的进攻。相反，只要武僧翼龙轻轻出腿，就能踢得布莱德嗷嗷惨叫。海登来打，但是他心里在说，我不就轻轻的一嗓就躺那儿，你还打啥呀？现在翼龙不仅有了这个低嗓，而且还有了戏法的进攻，技术更加的全面。看他这种一扫腿，转身的后蹬，再来一个，这个转的这个角度还不对，如果再转狠一点的话。要说武僧翼龙实力最辉煌的，莫过于跟泰拳王子波球血战3回合不落下风。尽管评审判断波球赢下了比赛，这也足以说明武僧翼龙的抗击打特别强悍，就连波球都无法击溃。所以说，布莱德所实施的拳脚，简直就是在给武僧翼龙挠痒痒。就这样的实力，还敢嚣张嘲讽中国功夫花拳绣腿，今天布莱德肯定会颜面尽失，特别丢脸的回国。海登心里说，我也不是泥儿捏的呀，让我也摔你一个吧。那么第6届环球拳王争霸赛呢，得到了鹤壁奇水酒业的大力支持。我们在这里向他表示感谢，也使得观众朋友们能够欣赏第6届环球拳王争霸赛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翼龙深知自己的金钟罩铁布衫特别抗揍，但是并不是那么美观。每次硬抗对手的重拳观众们都在说翼龙实在挨揍，不会还手。于是翼龙改变了自己的常规打法，开始利用自身抗揍来频繁逼近对手内围，发起猛攻。尤其是武僧翼龙的金刚腿威力太大，每次出腿都能将布莱德击倒在地，扩大比赛点数。在翼龙的身上体现出了中国功夫的这种硬功。
今天这个一龙，尝到这第3腿的甜头了。将近2个回合的比拼，已经让布莱德累得满头大汗，却无法攻破翼龙的防御。不过翼龙并没有使出全力，一直在戏耍布莱德，所以说比赛呈现出的局势完全就是一边倒。布莱德这家伙就跟打不死的小强那般顽强，不管翼龙如何将其击倒，都无法将其 KO 送走。因为我们很多的观众之所以喜欢一龙的比赛，就是他在比赛当中啊，你像他的拳法，很有点像少林拳的趋而不直的这种打法啊，他的不是我们想看到的，练散打、练泰拳，包括练拳击那种拳法，不是，你包括他的扫腿动作也是一样的，他身上更多的有传统武术的这种味道在里面。因为这个一龙不仅练少林拳，还练咏春，并且在咏春比赛当中还获得过全国的前3名。布莱德本以为一龙的中国功夫都是假把式，根本就不能打。但是面部多次吃到重拳的布莱德已经认清楚了现实。武僧一龙虽然动作慢，但是能扛能打。面对这个缓慢移动的重装坦克，布莱德都开始了怀疑人生，只能默默祈祷武僧一龙下手轻一点。现在这个一龙想调整体力的时候，进攻节奏明显西边右倾，你要把比赛带起来，你还能挽回点颜面。这个我们让裁判蒋威说，你这个戏法是不允许上头，因为武林风的竞赛规则，肘不允许用，主动抱身不允许用，膝不允许击对方的头部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武僧一龙决定不再拖延比赛时间，开始发起凶猛进攻，持续逼近布莱德内围，准备将其一举击破。连续的组合拳衔接金刚腿打的布莱德毫无还手之力，这就是在中国大陆公开侮辱中国功夫的后果。当然，布莱德这家伙的抗击打的确要比一般选手强上不少，武僧一龙短时间内很难将其打晕送走。要知道海争的耐力是非常好的啊，一口是吃不了胖子。With the break, come on. Up. Yeah, good. Get down. 我们就从海东这第3局比赛来看，你看他的这个抗击打的能力，包括他的比赛的有氧代谢能力都是很强的。到现在来看，他这个体能还是非常好。Come on. 这时候一龙也不能掉以轻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武僧一龙已经拿到了绝对比分优势。只要武僧一龙稳住自己的比赛点数，没有被 KO， 那一龙获胜也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毕竟武僧一龙这个光头要比布莱德这个冒牌光头更为抗揍。打完比赛，裁判有理由判断武僧一龙通过比分获胜。但是已经明显感觉到现在这个一龙的体能有下降的趋势，因为他出拳的力量、打击力度在下降。你瞧，力不够的情况下，你还是在浪费体力。第3局已经倒计时，你看一左一右，比赛时间到，比赛人，这场比赛打得太具有戏剧性了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：1号裁判员30比27 Judge 1, 13 to 27. ；2号裁判员30比27 Judge 2, 13 to 27. ；3号裁判员30比29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武僧一龙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武僧一龙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